不跑了，不跑了。为什么不跑了？你根本不是人来的，跑了10多圈，气也不会喘，脸也不会红。因为我生活有规律啊，不像你夜夜笙歌，搞垮身体，现在跑没2步变软脚蟹。你才做软脚蟹。看你啊，喘成这个样子，我帮你做人工呼吸吧。好啊，好啊，来啊！哎，不是说要跟我做人工呼吸吗？嘴巴那么臭，不要接近我。如果换作是一欢呢，我看你啊，早就很像饿虎扑羊一样，扑过去治了。我拜托你啊，不要把我想象成跟你一样那么淫贱。你没听说过吗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我是淫贱，可是有女人送上门呢。你要做君子啊，就只好眼巴巴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呢，飞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妞啊，向我请了3天假，明天就要飞去韩国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决定去考察，就是说他已经决定聘请了。他连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没告诉你吗？爱一个人又不敢用实际的行动去捉牢他，你真的是失败了。追女人要学我一样，要出几招贱招才行。哪的，别唉声叹气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目前的状况？什么状况？如果他是真心想要和你在一起，就应该给你承诺，不应该对你若即若离啊！你看，现在连他出国也不告诉女生，让你这一颗心啊吊在半空中，不上不下，不上不下，这算什么嘛？我替你感到不值啊，布拉德。不会明白的，一欢有他苦衷，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，不像我，无忧无虑的。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给我任何承诺的。我告诉过他，只要他让我在他身边默默守候就够了。他答应过我的，我想这也算是一种承诺吧。好了，继续吧。好吧，那你继续当你的大情圣，我呢继续做我的坏男人，看看谁比较受女人的欢迎。老大，baby交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。一涵，我帮你叫了德士，5分钟后到。对了，你今天去韩国，乐天知不知道？你也真是的，人家对你这么好，出国也不跟他说一声，不太好吧？他又不是他的什么人，不用什么事情都向他报告吧？喂，我没问你啊，你少开口啊！妈，我只是去考察市场，几天后就回来了。如果他问起，你就帮我跟他说一声吧。好，双喜好了没有啊？德士快来了，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带齐了。走了，走吧。马上走了，走吧。安迪妈，我们走了，走了吗？路上小心啊！知道了。我在这里 check in， 拜拜。拜。Surprise！ 你别再生气好不好？那晚的事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吧。你不是说过有很多女人等着投怀送抱吗？干嘛要找我这个不识好歹的人啊？我那天，你也知道那种情形，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在胡说什么。我们分手这几天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我本来想去你的家找你，但又怕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不肯见我。只要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全都听你的。你不是问我吃那种东西，我这几天都没碰了。真的吗？我是专程来陪你一起出国的。你也知道，我平时不到中午不会起身的。今天为了跟你同一班机，就7早8早赶来机场。看在这份心意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才没那么小气。那你就不生我气了。来，帮你拿行李。请转头往你右边45度的地方看。
我是来实现我的诺言的。天涯海角，有你有我。你想一个人静悄悄的开溜，然后甩掉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。你可以甩掉任何一个人，可是永远都不能够甩开我。为什么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不会给你机会。班说过了，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呢，不可以眼巴巴看着心爱的人飞走，要把握机会，抓紧他的手。走，我们度蜜月去。喂，你真的中了阿 Ben 的毒？随便你怎么说，我不会让你走。彩云呐，你是3级的秘书，你不可能不知道的。那个女人有没有来过这里呀？他们是不是常常躲在那个办公室里会面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不要害怕啊！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没见过什么雪糕女郎啊。进来，郑先生，你太太又来了。你们2个有没有见过那女人呢？她长得什么样子？有比我漂亮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怎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？难道雪糕女郎是你？不是，不是。你？不是，不是。你呀？怎么可能？彩云啊，你就告诉我那女人是谁嘛。可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唉，你又来闹什么？你以为我很想闹啊？要不是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会闹到这里来吗？我以为啊，我嫁了一个忠厚老实的丈夫，没想到你跟别的男人一样，喜欢拈花惹草，养狐狸精，养情妇。怎样？你无话可说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说出那女人是谁，我是不会给你罢休的。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，根本就没什么雪糕女郎。你再闹下去，我叫保安来。你找警察来，我也不怕。总而言之啊，你不把话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真的不走？不走。好，你不走，那我走。不要走啊！不要走！不要走啊！你还要打我？打！郑先生、郑太太，你们冷静点。我不能说请你少管了。会。你们又来干什么 ？Eric 已经辞职了，要找他上他家里去找吧。我们今天是来找郑3级先生的。我是郑3级。郑先生，你欠我们银行的钱已经几个月没还了，最起码也应该还一点利息吧？郑先生怎么会欠银啊？怎么多钱呢？就是啊，所以啊，最近都不敢跟我们一起吃饭。一个好先生会搞成这样，真是想不通。怎么样，郑先生，请你多少还一点，这样我们回去也有个交代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手头有点紧，能不能再拖容几天？我一定会还的。我们最多再给你3天的时间，如果还不还钱，我们银行会向法庭申请你破产。你们呐，这些银行的人呐，也太没人情味了。只不过欠你们几个月的钱，就要搞到人家破产。我们破产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嘛？哈，你说啊，老公。喝水吧。这回我也不帮你了。上一次你为了一股香水味跑到公司去闹，他已经很难堪了。这次更莫名其妙，疑神疑鬼的说要找什么卖雪糕的女人。妈，我没有冤枉他，他真的跟一个卖雪糕的女人走得很密切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？他每次跟我吵完架之后，就会跟那女人会面，回来的时候又拿了一大包的雪糕，孩子们都吃到怕了。跟一个卖雪糕的做朋友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别疑神疑鬼了。3级这么老实啊，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的。越是老实人做的事情，越让人跌破眼镜。喂，你是不是又来欠骂的？我儿子再怎么不好，总好过你那个混蛋的儿子。你那个混蛋儿子啊，犯了罪就一走了之，还要老婆来承担所有的责任。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批评我儿子啊？好了好了，3级的事都还没解决，你又扯到哪里去了？不说了，我去冲来。是他，我就是要别开口，不开口当哑巴。菲菲呀，
你干嘛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？现在可好了，把3级逼走了，看你怎么办。谢谢。先生，要吃雪糕吗？没想到这里的天气还挺冷的。可能从热的地方来到这里有点不习惯吧，再加上今天早上下一场大雨。不如这样子，我们过去对面吃点东西，暖暖身体。也好。很冷啊。喝了一碗热汤，好多了。这样子是不是舒服点？这里虽然冷了一点，但是能够牵着你手走在街上，感觉很舒服。希望能够一直牵着你的手，一辈子走下去。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的顾虑，但是能不能暂时放开所有的一切，开开心心的玩上几天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做情侣才会做的事情呢？去哪里啊？过来。干嘛要这样？很好看啊。这种事啊，就年轻人10多20岁才会这么做。我们都已经什么？谁规定30多岁的人不能够穿情侣装的？只要我们开心，70岁、80岁还是一样可以穿情侣装在街上走的，谁管得着？人家会笑我幼稚的。幼稚一次换来一次美好的回忆，我觉得很值得啊。好啦，少啰嗦了，你走啊。有没有被人发现你啊？幸好跑得快。快看一下有多少钱。多少？这么少啊？是吧？我拼个老命还这么多，一人千盏。可是少总好过没有啊。先吃点东西吧。我知道你吃面包吃怕了，可是至少可以填饱肚子，先忍耐一些，我们一定会有翻身的机会的。怎么了？我不要再过那种生活了。不要这样，我们一定可以熬过去的。我习之过，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对不起，
我知道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是我连累你，是我罪有应得。但是我没有理由要拖累你的。你走，你给我走，你走，我不要拖累你。你给我走得远远的，走啊！不要回来啊！不要这样啊！走啊！志国，你不要扔下我啊！我跟你在一起，叫我当乞丐我都无所谓的。我决定了，与其要你跟着我像狗一样，过着这种东躲西藏、没有明天的日子，倒不如回去自首。不行啊！你一回去就会被抓去坐牢，10年、20年，你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会甘心吗？我现在还不是一样，有家归不得，不能够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，不等你生不如死吗？我知道，你始终还是放不下你老婆。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王八蛋。犯下案子之后，就一走了之，留下他一个人去承受所有的后果。这辈子，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，我就咎由自取了。就算我回去，我也没有脸去见他。那你就不要回去了，好吗？别回去！难道你要我继续过这种下三滥、偷窃过活的日子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啊！不，我不是大丈夫，我是烂人一个，我是王八蛋，我是一个懦夫，我应该下18层地狱，永不超生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人的一生有起有落，谁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？想想我们以前风光的日子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一定有机会重新再来的。如果我可以重新再来，我是绝对不会再走这条路的。我绝对不会抛弃妻子，置他们于不理。我想念他们了，我真的很想念他们。也许我不应该叫你和我一起来韩国的，对不起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一欢，我去买点东西，等我回来吃早餐。天。
约了银行的负责人见面，下午才会回来，不用等我了，自己玩得开心点。乐天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因为我有超能力，发一发功就自然在哪里了。胡说八道！开玩笑的，其实我只到处走走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，应该是我们心灵联系吧。지금 안 차! 야, 나 이 새끼야, 어? 너 또 한 번 그러면 나한테 혼날 줄 알아, 응? 志国，내지 마세요! 내지 마세요!妈，身体好吗？你好吗？你说呢？我很想念你们，我很想念孩子。孩子，你连孩子都没见过，你会想念他？ 我离开后的每一天，我每一天都想念着你们。你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想你们的话。当初是谁盗用公款，欠下一大笔债，一走了之，把烂摊子丢给我收拾？我生孩子的时候你在哪里？银行来追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房子被没收的时候你又在哪里？自己的母亲不顾，孩子也不要，你哪有资格说什么想你们的话？ 你不觉得恶心？我听了都想吐。我知道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沉迷赌博，我更不应该一走了之，让你一个人去承受所有的痛苦。我不配当妈的儿子，不配当你的丈夫，我更不配当孩子的爸爸。我是个社会败类，我是个混蛋，我是个没有用的家伙。 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自己造成的，我咎由自取，我罪有应得。我现在没有其他的要求，宇欢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你要我原谅你？这些日子，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 我失去工作，被银行逼债，逼得走投无路，差一点就要自杀死掉了。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妈怎么办？孩子又怎么办？就因为你一个人做错事，不敢承担过错，差一点就把一个家给毁了。你要我原谅你？你教教我怎么原谅你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，才能够弥补我的罪过呢？ 如果你还想见到你妈，见到孩子，那你就回去自首。
这是你唯一可以走的路。如果我听你的话，我一直自首的话，那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让我重新开始，从头再来呢？那没的，这是当地的韩国食物啊，烤鱼啊，很好吃的。来，趁热吃啊！来，给饭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这个 kimchi 啊，泡菜来的。来，怎么称呼你呢？啊，我姓黄。黄先，幸会。你和一欢是同事吧？我们来韩国公干，一欢呢是多亏你照顾了，我就以水代酒，敬你一杯。你们还要吃点什么？我饱了，要去你们家吧。我也饱了。那好，那我们改次再吃吧。계산해주세요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让我请。他怎么好意思呢？那下次由我请。감사합니다。一欢呢？你跟志国他……我很累了，我先上去。There's some kind of feelings in the air when I recall yesterday. 你这样的老公你打几分？98分吧。才98分啊？那不行，我一定在今年结束之前呢拿出100分。怎么办？你让我这么幸福，要是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，我肯定活不下去。现在还知道啊？哎，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呢，都会这样的紧紧抱着你不放。哎，我说完了，到你了。说什么？说你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就当我心爱的老婆了。Brought happiness away without a trace. You couldn't find the way we run again. If only time can bring us back to yesterday.
回来了，我以为你丢下我不管了。这些钱你拿去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？你不要管了，你收下吧，找个好男人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跟着我不会好结果的。你想丢下我？志国，不可以的，你不要这样做啊！为什么？你听我说，我们在一起的话，不会有将来，不会有希望的。所以你决定回去自首？不要啊，志国！你回去自首同样是没有希望，没有将来。你的后半生要在牢里度过，你到底明不明白啊？我明白，这是我应得的惩罚。既然做错了事，就必须面对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坐牢，至少可以减低我内心的罪恶感，使我心灵得到平静。出了狱，或许我还有机会重新再来。你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你老婆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在这些日子里，你的人是在我身边，可是你心里始终牵挂的还是他。无论我为你做多少事，为你付出多少，你始终比不上他在你心里的地位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样，当初你就不应该抛下他，一走了之啊！这是我这辈子中做过最愚蠢的事。我希望现在我回头还来得及。我能够为你做的，就只有这些。乐天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到房间找不到你。我去买点东西啊，不过在半路上我被人家打抢了。那要不要报警啊？没关系啊，除了钱、护照跟其他证件还在，只不过我这里很痛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不过我想告诉你啊，刚才打抢我的人好像是治国。治国？怎么可能？他为什么要打抢你？我也是觉得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可是刚才在我迷迷糊糊当中，我看到人真的好像是他，而且那个人戴的帽子跟治国戴的款式是一模一样的。好像就是不肯定。你都说了，当时你迷迷糊糊的，看不清楚的事情是不能做准的。也许那个人真的和治国长得很像，你才会有这种错觉。可能吧。哇，不过真的很痛哎！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起了一个包啊？哦，小丽，但是肿了一块啊。好点吗？不过我还是要谢谢那个贼。为什么？如果不是他打伤我，我也没办法享受那么舒服的按摩。这里，哎，小丽。哎，先生，你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天了，请你马上搬走。我已经没有地方去了，
你要叫我搬去哪里呢？对不起，先生，你不可以把这里当作是你的家，请你马上搬走。我不走怎么样？三吉，三吉，三吉，有没有回来？没有啦。那些警方也真是的，明明说找到他了，去到那里又说他已经走了，把我们给耍得团团转，一定要投诉他们呐！你现在还有心情发脾气呀？三吉被你搞到连家都不敢回来，还要跑到海边去住，这几天啊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。我一想到就难过，难道你不心疼不担心的吗？又不是我赶他走，是他自己呀，自讨苦吃。难道你要我用绳子绑他，拉他回来啊？到现在你还说这种话？你去不去找他？你不去，我去。妈，你又不知道三吉去了哪里，你要去哪里找？去海边找喽。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想回来的话，自然会回来的。他不想回来，你找到他，他还是会走的。我懒得跟你说啊。有什么好紧张的嘛？在海边过几天又不会饿死。他有本事啊，永远不要回来。怎么好意思呢，黄县？都说好这趟又不请客了，怎么又是你呢？来，韩国啤酒的口味还可以接受吧？很特别。对了，有一样东西想问你啊，韩国警方办事能力高不高啊？应该不错啊，你为什么这么问呢？我在想该不该去报警。你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可能是我倒霉吧，大白天遇到劫匪，不只要我的钱，还差点要了我的命。不过真的很巧，那个劫匪戴的帽子跟你戴的一模一样。是吗？就这么巧啊？这种帽子在这里普通不过了，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我上洗手间。你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很肯定，打伤我的人就是治国。你有证据吗？除了那顶帽子，还有他的眼神啊，他不敢正眼看着我，而且眼神闪烁不定的，这就是所谓的做贼心虚。你是一个律师啊，你应该知道，要定一个人的罪，一定要真凭实据，就凭一个眼神就去断定他有没有做坏事，你不觉得太儿戏了吗？叫你去报警又不要，为这种没头没脑的事争论，有必要吗？你们在谈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想买点手信回去，不知道哪里买比较便宜。我懂啊，吃饱之后带你去。谢谢这些日子来你帮我照顾吗？应该的。有件事情我想问你，希望你不要生气。那位黄先生，他是不是在追求你？我觉得你们不单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你不要误会了，我不是在干涉你交朋友。其实我也没有资格干涉，只是我觉得这个黄先生似乎对我有敌意，就是会针对我。乐天不是这种人，你太多心了。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谈话，我觉得这个黄先生是害怕你回到我身边，所以故意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，要重伤我。也许我太敏感了，我不应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。当我没说过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
谢谢你。那我走了。一欢，你不是不知道志国怎么对你的，你还对他那么好。我知道，不管他对你怎么无情无义，在你心目中，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。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坏人，只是一时走错了路。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吗？你要看什么人嘛？他一边说要回去自首，另外一边呢又打枪我。像这样的行为，你说值得给他多一次机会吗？为什么你要老是针对治国？难道正如他所说的，你是害怕我回到他身边，所以故意在我面前重伤他、诽谤他？那我没话说了。当时间的魔法师勾勒出爱最初的样子，我才发现你一直就坐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。当铃铛轻轨响起，那模糊变得更加肯定。爱天涯海角都不会走失，从一开始就在心里写上了坚持，让我陪着你，等多久都愿意。那无声哭泣。